去日本旅行嘅時候發生地震有咩應變措施呢？可以點樣做呢？有咩聯絡方法呢？想知就睇呢條片啦！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樂遊日本。咁上個星期8月8號咧，喺日本九州宮崎嗰度咧發生咗7級大地震。咁宮崎縣嗰度咧就感受到好強烈嘅震動啦。咁而我身處福岡嘅時候咧，當時咧我係剪完頭髮啱啱出 lift 咧，就即刻聽到警報，見到倒數咧有10幾20秒咧就話個地震嚟緊啦。咁嗰陣時都有啲擔心嘅，不過佢顯示咧嚟到福岡嘅時候咧，大約係3級地震，咁大約嘅感覺咧就係好似你搭地鐵搖咗一下咁樣啦。咁佢持續時間就唔係好耐嘅，1-2秒左右啦，咁就唔算太恐怖嘅。當時喺福岡嘅我啊，再睇翻新聞啦，咁其實咧，咁日本政府咧之後就即刻發出咗呢個有關南海海槽地震嘅臨時情報，即係特大地震警報㗎。咁之後維持咗1個星期啦，咁8月15號呢，咁佢就解除咗臨時情報嘅警告。不過呢，佢哋都有提大家，雖然解除咗呢個警報，但係呢唔代表呢呢個南海海槽地震呢唔會發生嘅。咁根據日本科學研究呢，咁日本南海海槽呢，其實由1500年前開始呢，每90至到150年就為止一個週期左右啦，咁呢就會發生一次超級大地震嘅。咁所以推算翻對上一次呢，其實已經過咗78年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如果用最短嘅時間90年計呢，咁可能仲有12年左右呢就會發生一次大地震㗎啦。咁不過呢一個呢係一個參考嘅數據嚟嘅啫。咁90年係最近啦，150年呢係最遠嘅週期啦。咁如果相對地呢，如果用最遠嘅時間呢，咁仲有72年添。咁不過天災呢啲嘢呢，真係冇人預測得到嘅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呢，就係認識呢樣嘢。咁因為恐懼呢，就係源於我哋唔認知呢一樣嘢啊嘛。咁如果當我哋了解多啲嘅時候呢，咁我哋就唔會咁擔心啦。咁我哋去日本旅行嘅話呢，只要知多啲，準備多啲呢，咁呢擔心呢就會相對少啲噶啦。好，咁我哋就講下有啲咩要準備先。咁有乜嘢好得過喺意外發生之前，你預先已經知道呢？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呢，一定要 download 一啲災難資訊嘅 app 啦。咁首先我最推薦呢，就係呢個 Yahoo 防災速報。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呢，就係如果有咩意外發生呢，咁佢即刻會有警報嘅聲發出啦，而且你即刻撳入個 app 嗰度呢，佢仲會話埋俾你聽，而家個震源距離你而家身處嘅地方，佢會有一個好似漣漪咁嘅圖呢，慢慢向住你嘅方向話俾你聽，而家嗰個震央仲有幾多秒就震到去你身處嘅地方噶啦。咁所以呢，你就趁呢啲時間呢，逃生或者揾個安全嘅地方去暫避咁樣咯。咁呢個我係極度推薦大家一定要 download 嘅。不過佢就要係日本嘅 Apple ID 咧先可以下載，而 Android 係咪一定要日本嘅地區呢？咁我就唔清楚啦，大家可以試一試。如果你有日本 Apple ID 嘅話呢，我強烈推薦大家第一個一定要 download 呢一個。每一次我發生地震嘅時候呢，呢個 app 呢都提示我嘅，所以我極度推薦大家 download 呢一個。咁另一款呢，就叫做 Safety Tips， 咁呢個呢係日本觀光局推出俾外國人嘅應用程式嚟㗎。咁呢一個呢，佢除咗有日文之外啦，佢仲有中文繁體啦、簡體啦、韓文啦同埋英文可以選擇㗎。咁所以呢，唔識睇日文呢都唔驚啊。咁佢亦都有一啲地震嘅資訊啦，同埋呢，佢有一啲逃難啊、防災啊、點樣去應急啊嘅資訊啊。咁呢個喺香港都可以下載到㗎。咁除咗 download 定啲 app 之外呢，咁我哋仲有啲嘢呢可以準備定嘅。咁首先呢，我哋如果用電話嘅話呢，可以去 Google Map 嗰度呢 download 定離線地圖喎。因為呢，如果當災難發生嘅時候呢，好多時可能嗰個 network 啊，或者係 data 你根本上就上唔到網噶。但係咁我哋嚟旅行未必好熟悉個地方噶嘛。咁所以呢 download 定個離線地圖呢，縱使你冇得上網呢，咁你呢都可以去到你想去嘅地方，或者呢可以逃生咯。第二啦，咁我哋呢就可以用 Yahoo 嗰個避難場所地圖。
咁我哋喺香港呢，始終比較少接觸點樣去避難啊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如果有咩事嘅時候呢，或者預先上網去翻 Yahoo 呢個避難場所地圖，揾定你去嘅地方有冇一啲避難場所呢，咁都係一個安全之策嚟㗎。第三啦，咁我哋呢記得呢，成日都要帶備定啲現金啦，同埋最緊要呢係要有散紙喎。因為好多時如果真係災難發生呢，好似頭先所講冇 network 啦，咁佢信用卡啊、電子支付啊嗰啲可能會停頓或者癱瘓一段時間都唔出奇㗎。咁所以呢，咁我哋有現金就可以去買嘢食啦。散紙呢，最緊要我哋係可以去到汽水機啊、嘢食機啊嗰度可以入錢咯。如果冇散紙嘅時候呢，可能都幾麻煩或者唔方便㗎。第四啦，可以嘅話呢，盡量住翻喺酒店。點解呢？因為酒店呢有 staff 啊，如果有咩事嘅話呢，你都可以同 staff 查詢啦，或者佢都可以幫你逃生。如果我哋住民宿或者 B&B 或者係一啲冇 staff 自己 check in 嗰啲酒店呢，咁相對地呢就冇咁安全啦，因為有咩事你都冇人去問咯。第五點就係記得電話一定要叉足電，同埋帶備外置電池啦。咁好多時朋友仔咧出去旅行咧，都會係咁用電話啊嗰啲，咁變咗咧經常性呢個電話都處於冇電嘅狀態啊。咁但係當突發嘅時候，如果你電話冇電咧，你又同外界聯絡唔到啦，有咩事咧資訊你又接收唔到咧，咁就好危險啦。所以記得咧帶定一個外置電池，有咩事咧都可以幫啲電話或者係其他有用嘅電子產品咧叉翻電啦，起碼可以捱得到多一陣啊嘛。第六點啦，就係如果真係好擔心嘅話咧，咁我哋最好咧就唔好去啲高危嘅地區啦。乜嘢係高危嘅地區呢？就係日本偏南邊沿海嘅城市或者地區。如果真係擔心嘅話，就唔好去海邊啦。咁因為都驚海嘯啊嘛。如果係城市嘅話呢，始終東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四國呢一啲沿海嘅城市呢，係比較危險啲嘅而家。咁所以自己可以衡量翻你嘅旅程想去邊一度同埋個危險性啦。除咗以上所講嘅6點之外呢，最後最重要嘅呢，就記得常備充足嘅食水同埋嘢食啦。縱使我哋行街啊，或者係去郊區嘅時候呢，最好都係買定啲水同埋乾糧呢。咁真係有咩事上嚟呢，頂得一日得一日啊嘛！正所謂大自然變化無常，地震呢真係冇辦法可以預測到嘅。咁所以呢，如果真係唔好彩遇到地震嘅時候，我哋有咩措施係要即刻去做嘅呢？咁呢度分享翻幾個唔同嘅情況呢，如果發生嘅時候，大家應該點樣應對會好啲啦？咁發生地震嘅時候，如果你喺室內嘅話呢，除非你離出口好近啦，如果唔係呢，應該匿埋喺台底啦、廁所呢啲呢比較細而且有穩固結構嘅空間嗰度呢，咁就可以安全啲啦。咁如果你係瞓緊覺又走唔切嘅話呢，記得即刻用張被啊或者衫呢保護住你自己個頭呢，呢個係最緊要嘅。最後一樣嘢呢，就係千祈唔好喺高空跳落地面咯。有陣時可能你以為1樓咁樣跳落去冇事啦，其實根據統計呢，咁樣由高處跳落去地面受傷嘅程度呢，仲多過喺地震受傷嘅人啊！咁如果我哋喺室外嘅話呢，咁就記得避開大型嘅建築物啊、樹啊、天橋底啊、嗰啲高架高速公路啊同埋電線桿呢啲。如果唔係喺地震嘅時候損毀呢，咁就可能會壓傷到你或者係電親你噶。我哋亦都唔好企埋一啲圍欄啦、圍牆啊，或者係一啲自動販賣機隔離喎。因為地震嘅時候呢，成日都會見到咧嗰啲自動販賣機咧會跌落嚟噶，咁就會砸親，咁就好危險噶啦。咁而且地震嘅時候呢，有機會樓上嘅窗門呢都會爆啦，廣告牌會碎啦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如果有袋嘅話呢，就將個袋擺喺個頭上面呢，保護翻你個頭部啦。咁最後我哋都要判斷翻周圍嘅情況啦。如果許可嘅話呢，咁就揾啲空地或者公園呢進行避難，跟住之後呢，睇下個環境係已經安全翻呢，先至好離開啦。咁如果我哋喺搭緊電車嘅時候呢，咁我哋就記得即刻捉緊個扶手或者係吊環啦，咁就令自己唔好失平衡先。跟住就算架車停定咗呢，我哋都唔好隨便打開個車門或者落車喎。我哋應該好冷靜咁樣呢，聽翻列車職員嘅指示，用咩方法逃生啦，定係呢列車會正常行駛嘅。咁所以呢，千祈唔好隨便跳落車啦。如果你喺地下商店街或者百貨公司啊、超市呢啲時候發生地震嘅話呢，咁喺地下街呢，有機會會發生停電嘅喎。咁一停電呢，可能大家都會好驚慌啦。咁所以呢，第一時間呢，你盡量靠近牆邊先，跟住等停咗個地震呢，你先慢慢向出口嗰度行。
如果唔係呢，俾人撞跌咗，俾人踩親呢，咁就好危險噶啦。另外，如果你喺超級市場或者百貨公司嘅話呢，咁就要小心貨架上面啲貨呢會跌落嚟啦。所以呢個時候呢，盡量呢就靠近牆邊啦。你要頭頂呢係冇嘢嘅，如果唔係呢，就去個收銀處嗰度呢，咁就會安全啲啦。咁最後，如果你係喺機場嘅話呢，咁相對應該會安全啲嘅，但係都記得避免企喺啲玻璃嘅位置啦，因為驚佢個玻璃會震爛啦，同埋留意翻呢，有陣時機場喺最高啊天花嘅位置呢，可能會有啲裝飾品㗎，咁千祈唔好企喺佢哋下邊啊，因為係驚佢跌落嚟嘅啫。咁以下呢都有啲求助熱線呢俾大家參考翻嘅，有需要呢記得 screen cap 或者 save 低佢啦。咁呢，日本觀光局呢就有一個災難支援同埋事故嘅熱線嘅。咁呢一個熱線呢，佢係有支援中文啦同埋英文㗎。咁所以大家有咩事呢都可以打過去嘅。而平時日本嘅求助電話呢，如果揾警察嘅話呢，就係110；如果去揾消防嘅話呢，就係119。咁如果你身處東京嘅話呢，東京警視廳呢仲有一個24小時嘅英文求助熱線嘅喎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呢，可以打呢啲電話啦。咁呢度呢都提供埋一個香港入境處啦、中國外交部啦同埋英國領事館嘅電話呢，俾大家參考翻嘅。咁以上呢就介紹咗一啲通知嘅 app 啦，要準備啲咩嘢啦，同埋發生地震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去應對啦，同埋一啲求助嘅熱線分享咗俾大家嘅。咁有啲朋友仔都話啊，好擔心地震啊咁樣。咁我自己覺得呢，唔使過分擔心嘅，但係呢都要有準備啦，因為日本始終都係一個地震嘅國家嚟噶嘛。咁參考翻數據呢，其實日本喺7月份呢已經有133次嘅地震啦。當然佢唔係超級大嘅地震嚟啦，咁佢有陣時係一啲好輕微嘅地震嚟嘅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嘅經驗呢都係相對多啦，同埋佢哋由細嘅教育呢都有防災避難嘅意識嘅。咁只不過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呢，就可能要留意下，同埋自己準備一下咯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好擔心嘅話呢，都可以自己考慮翻會唔會去日本旅行啊，或者係避開一啲高危啲嘅地方咯。咁我就覺得會安全啲嘅。好，咁就如果大家都有啲咩問題或者意見呢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咁或者我哋可以一齊討論下都得嘅。咁如果中意我條片呢，記得 share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如果想睇多啲日本生活資訊呢，咁就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啦。好，咁我哋就下次再見，拜拜。